魏武帝曹操，人们知道的他是三国时期魏国的开国之君，不知道的是他其实终身没有称帝。魏武帝这个谥号是他儿子曹丕称帝后追加的。那么曹操作为中国最有权力的人，他为什么不称帝呢？有人说他是不敢称帝，真是这样吗？今天我们来讲讲他的故事。曹操64岁这一年，37岁的孙权给他写了一封信。这一年是建安24年，距离赤壁之战已过去了11年时间。曹操虽然败了关中之战，却联合孙权在樊城击败了关羽，取得荆州大半地区的孙权此时献上了关羽的人头，并且写信怂恿曹操称帝。曹操把孙权的信给内外群臣看了之后，他笑着说，这小子是想把我架炉火上烤啊。尽管不是皇帝，但在天下人看来，曹操距离皇帝只是差一个名分而已。此时曹操已基本统一了北方地区，尽管秦岭、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分别被刘备和孙权占据，但这些地方在当时都是蛮荒之地，在人口、经济、军事等方面无法与北方相比。自从把汉献帝迎去了许县，曹操的政治造势越来越火热。赤壁之战当年，曹操先是废三公，恢复丞相制度，并自任汉朝丞相。4年后，57岁的曹操给了自己战败不明、入朝不趋、建吕尚殿的篡权3件套。又1年后，汉献帝被迫晋封曹操为魏公，加九锡，建魏国，定国都于邺城。不仅如此，魏国还拥有冀州10郡之地，置丞相、太尉、大将军等百官，约等于一个大汉的国中之国。又3年后，汉献帝再次被迫将曹操从公爵提升为王爵，从魏公晋封为魏王，并且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到了建安22年，62岁的曹操已位极人臣，在礼仪上已与皇帝完全没有两样，他缺的只是一个皇帝的名分而已。所以2年后，建安24年，心怀鬼胎的孙权在斩杀关羽，被曹操表为荆州牧之后，作为政治交换，孙权马上给曹操写了封鼓噪劝进称帝的信，惹得曹操骚动不已。曹操确实想当皇帝，但他至死都坚持不称帝，没有迈出公开篡逆的最后一步。事儿都办到了这个份上，为什么曹操这临门一脚就是不赦呢？原因之一是曹操的大后方一直不稳。作为东汉末年的风云人物，曹操一直有个难以言说的隐痛，就是他出身于宦官家族。曹操的父亲曹嵩是大宦官曹腾的养子，曹腾前后历经4代皇帝，被封为废亭侯，是炙手可热的大宦官。曹操的父亲曹嵩此后继承了废亭侯的封爵，并且通过贿赂捐钱1亿万而被封为太尉，一度位列3公之一。在士族阶层看来，宦官在整个东汉时期为了夺权，一直残杀打压士族，以致酿成宦官禁锢士人终身的2次党锢之祸。在这种士族与宦官长期势不两立的对抗格局中，在士族看来，作为大宦官家族出身的曹操天生就有政治缺点。尽管曹操一直试图摆脱这种宦官家族的名声拖累，但是士族阶层根本看不起他。建安元年8月，颠沛流离的汉献帝被独具慧眼的曹操迎接到了许昌。此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在拥汉派嫡士族大夫们看来，挟持汉献帝的曹操实为汉贼。因此，从建安5年到建安23年的整整18年间，拥汉派的士族前后3次发起了针对曹操的刺杀行动。其中第1次刺杀行动发生在曹操迎汉献帝后4年。这一年20岁的汉献帝刘协不甘心作为傀儡，力召董贵人的父亲车骑将军董承设法诛杀曹操。然而事情泄露，董承以及将军吴子兰、王子服等全部被曹操诛杀。第1次行刺失败14年后，到了建安19年，晋中汉朝皇室的服氏家族试图行刺曹操未果，随后整个服氏100多人被曹操灭门斩杀。就在曹操临死前2年，建安23年，拥汉派的士族少府耿纪、司职为皇也起兵试图诛杀曹操，刺杀失败后被夷3族。尽管曹操前后18年间共挫败了3次刺杀行动，然而拥汉派嫡士族阶层前仆后继，不顾家族被灭门也要奋起刺杀的英勇，也极大地震撼了曹操。因此，尽管在称帝的路上步步挺进，但是曹操明白他的内部并不稳定，
很多士族只是迫于他的威权和兵势，默不作声而已。所以尽管到了临死前1年，曹操无论是权力还是吃穿用度都对标的帝王标准，但他仍然心生顾忌，就是不肯称帝。第二个原因来自外部，那就是刘备和孙权。在建安元年迎汉献帝到许昌后，曹操先后击败了吕布、袁绍等强敌，随后又北征乌桓，基本平定北方。但随着赤壁之战的惨败，三国鼎立的局势开始形成。尽管在此后，曹操又先后击败了马超、韩遂，占领了关中、陇右地区和河西走廊，但南方的刘备则趁势袭取了益州，并与孙权分割了长江以南的荆州地区。建安24年，在历经2年的战争后，刘备赢得汉中之战最后胜利，兵锋直指关中平原。同年，孙权为了争夺淮河流域，再次出兵围攻合肥。趁着曹操对抗孙权之际，刘备一方的关羽偷袭樊城，俘虏了曹操的大将于禁。尽管曹操与孙权紧急休兵停战，随后孙权袭取荆州，斩杀关羽，解了曹军的樊城之围，但与此同时，孙权的势力也再次做大。于是在关中平原一侧，有占据四川和汉中地区的刘备虎视眈眈，而在整个辽阔的长江战线上，则有孙权的军队隔江对峙。刘备和孙权这2个最大的威胁始终未能铲除，成了曹操称帝路上最大的隐患。在曹操看来，尽管他距离皇帝只是差一个名分的问题，但只要他不称帝，他就仍然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以汉朝中央的名义讨伐作为地方势力的刘备和孙权。怎么说都还拥有那么一些舆论和道德的制高点。但如果他篡汉称帝，那么一方面他要背负篡汉的罪名，另外一方面刘备和孙权肯定也会称帝，这样大家就会变成平起平坐，而他曹操反而被人落了口实，在舆论上处于弱势。而从曹操的人生历程来说，刚开始时他确实没有什么远大的志向，只是想做一个大汉王朝的忠臣，扬名立万而已。尽管后来他的野心日益膨胀，但内心深处他仍然挣扎不已。当时曹操的人生理想从做一个太守晋升为想做一名为国家讨贼立功的征西将军，所以刚开始联合袁绍等人组成关东军讨伐董卓的时候，曹操为了避祸，刚开始并不敢招募太多兵马，所以然者多兵易胜，与强敌争，倘更为祸始，故汴水之战数千，后还到扬州更募，亦复不过3000人，此其本质有限也。然而在迎接汉献帝到许昌后，曹操先后击败吕布、袁绍，基本统一北方。此时他胁迫汉献帝晋封自己为宰相，野心日益膨胀，但对外曹操仍然自称宰相。尽管在起初确实是一名试图忠心报国的将领，但随着地盘的做大，野心的膨胀，曹操已经越来越不满足。但在对外的叙事上，他仍然努力维护着自己忠心为国的人设，并且以忠心辅佐周成王的周公自拟。说过的话无法收回，自己倾心打造的忠心为国的人设也已经散不出去，这也成了曹操心中的自我障碍。早在年轻的时候，面对董卓废汉少帝、立汉献帝等事，亲眼见到董卓败亡，遭万众唾弃的曹操就曾经说过：废立之事，天下之志不祥也。所以自己心中曾经的报国情怀，加上董卓废立皇帝的败亡下场，这些也都在内心制约和警醒着曹操。除了这3点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曹操为人讲求实际，实权与虚名孰重孰轻，他再清楚不过。能够从乱世中一路走来，靠的不只是雄心壮志，更是因为他比较重实权。称帝不过是多得了个名号，而天子诏令由他口授，朝廷政策由他制定，官员任命由他授意，这一切足以证明他名为丞相，实当皇帝。皇帝名号此时不仅不能锦上添花，反而可能因此而遭罪，要他何用？曹操之所以称为曹操，就在于他在最后一刻的冷静与自制。于是就在临死前1年，当37岁的孙权给他来信劝他称帝的时候，曹操先是很得意，把孙权的信传示给内外群臣观看，于是手下们又趁机鼓噪，上书劝进他称帝。但曹操忍住了，并公开向内外群臣表示：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意思是说，如果天命真的在曹魏这边，
那么他就当个周文王，让周武王去做他想做的事情好了，反正事后也少不了他一个皇帝的名分。再说出吴为周文王几个月后，建安25年正月，曹操最终病逝于洛阳，终年65岁。他死后，魏王曹丕在一番假模假样的3次3让之后，终于勉为其难接受了汉献帝的禅让，宣布取代汉朝自立为帝，正式建国号魏。随后，曹丕追尊父亲曹操为武皇帝，庙号太祖，是为魏武帝曹操。如曹操所愿，他最终在死后成为了他想要的周文王。曹魏建国45年后，咸熙2年，权臣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也以禅让的名义，从曹魏末代皇帝曹奂手中篡位，并改国号为晋，曹魏最终灭亡。永嘉之乱时，陈留王随晋王朝一关南渡，到了326年，晋成帝司马衍封魏武帝曹操的玄孙曹昧为陈留王，以接续魏国。此后历经东晋、刘宋，直至南齐，陈留王国才被废除。所谓帝业，最终化为千古一梦。